嗨，大家！今天这一集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复制一件我很喜欢的弹性衣裤的版型，就直接开始咯。第一个就是要拿出你想要复制的这一件衣裤。我拿的是一件瑜伽裤，简单来看就是分成腰带，然后前片跟后片。仔细看它的缝线的话，它其实在前片后片交界的地方多缝了一个胯下的胯部的菱形的东西，这个其实是要补足它原本设计上，因为这边想要避免一条缝线而补足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就不用操作的这么复杂，就把它看成腰带前片2只脚，然后后片2只脚这样子来看。然后呢，弹性系数最好是找相像的，这一块布料呢，它的弹性系数跟这个有一点点差距，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要特别帮它留出一个附松量，就是弹性空间的意思。在使用材料上面要特别注意的是，最好是找相像的，这样做出来的效果会最好。如果没有一模一样的布料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就多留一点活动空间，多一点附松量，到时候试穿还可以做调整。其实大概就长这样。原则上呢，就是把腰带往下折，然后留大概0.5到1寸的弹性空间。等一下要缝合的话，还可以做调整，所以多留一点是比较不会让你那么紧张的。两侧呢，就按照它原本的这一条线再往外，也是一样0.5寸或者是1寸。我这边只留0.5寸，然后尤其在这个胯部。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地方有点不理解的话，可以去参考另外一集，我把链接放在这边。它就是特别在解释这个胯下的设计要怎么测量才会是最刚好的状态。那因为我们今天要用的版型已经是我们喜欢的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对折之后，然后要非常摊平的状态下去沿着这个边剪出这个形状。大部分的前片这一条线会比较短，凹曲的程度也会比较没这么夸张。在剪后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所差异。我们要缝在它的这个边界上，所以我靠着它的边界往外都留了0.5寸，这就是我们要预留的缝份。然后呢，另外一个要考虑的点就是布料的方向性。这款布料它已经有直条纹的这个 nab， 就是有一点点平面有点凹凸不平的设计。这个呢，其实也是按照它布料的方向性的，所以在剪的时候按照布料的顺纹来切。在找对齐的点的时候，就尽量找对折之后的这个中点，或者是再往内靠一点点，因为这边比较宽。你可以测量这个的中点，大概在这里吧，然后往上大概就是这里，然后直直的往下画一条垂直的线，跟这里切线垂直，这边会稍微有一点弧线，那这是正常的现象。然后这是前片，前片剪完之后，我们要拿前片还有这个去剪后片。在剪的时候呢，我是背面对背面，一口气剪出了2层，这样才会是对称的前片，左脚跟右脚这样子。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希望是可以尽可能的帮大家解决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后片的步骤也是一样，把布料的背面对着背面，这样才能一口气剪裁出左右2侧的布料。然后对折完之后呢，把刚刚剪裁完的前片放上去，还有我们想要复制的那一件裤子也放上去。我把前片放在下面，等一下我就可以沿着前片的这个边缘来剪。好处就是因为是前片后片要接缝起来的，所以我就不用再特别去测量这一条线的长度，前片后片是不是有一致，然后外缘也是，然后下面这个宽度也是。这边是最有问题的，最比较不是问题，有挑战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跟前片不一样，前片很早就有转弯，然后就结束了。后片的话，我可能就会沿着这里剪，剪到这里的时候把它塞进去，然后沿着黑色这一个边缘，我可以多留一点点，然后到外面，然后再沿着这个边剪下来。前片的部分我只留0.5寸的缝份，后片也是留0.5，这样才会对齐。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这一个弧线我会留1寸的缝份，是给自己多一点活动空间的。可能真的觉得太松或者是太紧，还有机会改。
老实说，我觉得成品做出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贴身了。所以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我会把所有的缝份都留1寸，这样我的活动空间会比较大。因为这个布料的弹性系数没这么高，再加上我已经剪裁完了，所以已经没有修改的空间了。所以这边建议大家缝份跟附松量活动空间的部分可以往上叠加，然后之后试穿完再做修改都没关系。这个胯下的部分一定要把它很明显很清楚的拉出一条裁切的边缘，它可能会想要皱皱的，你就尽可能把它拉平，然后两侧都要对齐。然后上面的部分呢，前片通常会比较低，因为我们要包覆屁股，所以会高一点，所以要按照这条线为基准往上会到这里，然后斜切到这里跟它对齐，这边是要接缝在一起的边。直接剪的话可能会很难操控，所以我用画的给大家看，这边就没问题，全部都是按照这条线来剪。然后一直到上面这里的时候呢，因为我要把我的屁股的布料抓出来，所以大概在这里，然后这边就都会一样。我说我想要这边我想要多留一点点预留的附松量，所以这样子，然后这边这样折进去，然后这边抓出1寸。你问我为什么确定这样有1寸，其实我也只是目测而已，就跟前片很不一样，但是至少我们这边接得起来，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就是切到这里，所以我需要从这里画一条线，然后接缝到，不是接缝，接到刚刚画的这一条线，好像没有很平这样子。这一次我们直接在布料上剪裁，所以就没有做纸样。如果你想要做超过1件以上的话，我们直接在纸上操作的话，其实会让你事半功倍。你只要描过1次，剪裁过1次之后，你就会有一个类似纸样的东西，然后每次你想要看到好看的布料的时候，你想要复制1件的时候，你就可以拿那张纸出来，然后按照它的边来剪裁就好了，就不会每次都要在布料上画线，每次都要拿前片来对后片。完成，这样前片跟后片就做好了，然后就可以剪腰带了。它的腰带非常的高，布料非常有弹性，所以它里面是没有松紧带的，顶多在上面缝线里面跟这个缝线里面会有，但是整块布来说，它是没有放任何松紧带的。相较之下，我这一块布料其实弹性系数没有这么的高。我在想，最好的做法其实是就是把它的腰带视为裤子的一部分，然后就只留上面的那一小节就好了。如果你在剪裁的时候直接剪到底的话，剪到它这个上缘的部分，就是没有把腰带整个往下折的话，这样子的问题会小一点。我明明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很完整的 tutorial，What's happening？ 我不想要重新剪裁，我们就按照它原本的设计来做剪裁，然后再来想松紧带的办法，好吗？腰带的部分因为前后各要2片，所以对折之后再对折，大概需要5寸的高度。剪裁的时候我用的依据是后片的，因为后片因为要包覆屁股比较高，前片会比较矮一点点，但差距不会太大，留两侧1寸，把它剪开，修剪一下，让它左右对称，然后把下面的弧线剪出来，然后趁机做个中线的定位，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缝了。一个前一个后。等一下要布料正面对正面的缝在一起，所以我在把布料拆开之前，先剪了一些小缺口，方便等一下对齐。我原本有做一个小口袋，但是因为腰带的位置不太适合放那个小口袋，所以就作罢。不然就应该是这个步骤可以先缝上去，把前片跟后片弯曲的这一条弧线先缝合在一起。缝好了，两侧缝缝打开，这边可以剪几刀，让它可以比较平衡的开出去。如果你有烤客机、烤边机的话，这边就直接烤起来。前片也是，然后呢，就把前片跟后片正面对正面，把两侧跟内侧的缝线缝合起来。这样有看出所以然了吗？我们刚刚缝了这个前片跟后片都有。中线结合左右两边两只裤管的前片后片之后，再来把两侧内侧缝合在一起。裤管下面这边的边收起来，往内折了大概
1寸左右，然后我想说就是缝在1寸这边。再来就是腰带的2侧，然后布料也是正面对正面，然后把2侧缝起来。腰带有2层布料，所以我刚刚已经缝了1个了，现在再缝第2个。现在2侧都缝完之后呢，可以把它一个翻到正面，一个翻到背面，正面的这个呢套到背面里面，这样它们的布料就会正面对正面。我们要对齐的是2侧的缝线，就左右摊开。先固定左右的缝线，剪裁的时候做了对齐的这个小缺口，剪了一个小缺口，这样就很方便对齐。好，就这样把它缝合在一起。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测量所需要的松紧带的长度，把它调整之字形。你可以选择把松紧带重叠一小部分，用之字形缝合起来。你也可以把针长缩小，然后把它边对边的缝合在一起，这样就好了。套在这里面，然后把它反翻到正面来，这样子把缝份集中在其中一边，这个应该是会朝自己的肚子，松紧带压住这个缝份朝外。我们要把缝份跟松紧带缝合在一起，就缝这一块布料而已。然后这一块是独立出来的，可能会需要做一点拉扯，但应该不会太严重，毕竟2个都有弹性。这边设定的是针宽针长都是 2.5， 原本我习惯的是2跟2。考虑到这款布料其实有一定的厚度，所以我觉得可以再往上调，把数字变大一点。这边是用 3.5， 缝起来感觉好像可以再就是开一点，就要看你的布料是怎么样来做调整。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缝之字形在这里，稍微拉平。其实这个做法没有很一定要怎么样，我只是想要把松紧带跟缝份稍微固定起来，让它看起来好像比较干净利落，比较漂亮。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做一个 loop， 然后把松紧带放进去。但我就很讨厌那种裤头是松紧带在里面绕了180度，然后还折起来的那一种，我就很讨厌这种。完成了，现在外面长这样子，到时候这个就是翻在里面，然后裤头外面看起来就是长这样。我原本的想法应该是要把缝份藏在这个的下面，这样子缝份就会被藏在这里。然后正面看起来就不会有这个，你有看出来吗？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高度落差。最后我有把它就是拆开来重新做，因为我这时候又决定要再加第2条松紧带，想说这样子可以增加那个整个腰带的弹性程度，但是做起来真的是超级丑。不得不说，我的观众们真的是非常的有耐心，包容度也非常的高，而且大家留言都超鼓励我的，真的很感动。不得不承认，我最后全部拆掉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成果出来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太多了，所以这边就直接跳过。我们来看接下来怎么做。这是它的正面对正面的方式，这样套进去，套到它的裤子上面，然后固定上下左右。布料正面在内圈，然后要对着裤子的外缘这样子来缝。你只要想的是布料的正面对布料的正面缝合在一起就好了。所以现在是布料的反翻过来，就变成布料的正面对布料的正面。其实用夹子会比较好，比较没那么危险。这一集应该是在公布抽奖内容之后的一集，大家去参加抽奖了吗？只限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参加哟，在美国的大家你们就自己去买吧。然后就可以缝这一圈，然后再反翻就好了。希望穿起来不要太奇怪呢。如果很奇怪，我就不拍给大家看了，真害羞。这里我还是保留原本的针宽针长都是 2.5 的设定，然后回针。其实闪电型也可以，但是之字型它的伸展的空间跟系数好像会比闪电型的还有弹性。缝的时候就稍微拉一下就好了，如果拉过头的话，它会皱皱的，就不好看。如果不拉的话，就是担心它会可能像这样子就是什么重叠在一起就不好看了，所以稍微拉一下是好的。这样就成功复制出一件瑜伽裤啦！我真的会把自己搞疯掉。原本想说要2个松紧带的，结果根本就不合身。我应该是不要隔着裤子来量，或者是要再打75折到8折的长度，就是用自己的腰围
来剪裁这个松紧带，但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有点松，所以我决定把它往下折，变成有点微低腰的状态，其实也不错的。就这样复制出一条裤子了。原本觉得我大腿剪裁这边可以再松一点，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又觉得还好，大家做出来的成果都比我的还要再好一些。提醒大家，今天会是抽奖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怎么参加抽奖活动的话，可以点击3月7号的那个 vlog 去看一下怎么参加哟。我后来把第2个拆掉了，我还是觉得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好。我把原本的腰带再截短了一些缝合，回去之后还是没有很喜欢它没有完全贴在我腰上的感觉，所以我又重新剪裁了一次新的腰带。经历一番波折之后，终于做完了。最后在固定松紧带的时候，我选择只缝在内侧的那一块布上面，所以在外面看起来就非常的平整，非常的好看，自己觉得啦。虽然说中间出了一点差错，但是花一点时间对自己有耐心一点，应该算有成功复制出我喜欢的那件瑜伽裤吧。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复制衣物系列再见，拜拜。